我是一名超级大反派，为了对得起上苍让我重回6岁的机会，我决定搞一波大的。房间内，柔弱的少妇跌坐在床榻边上，纤细的脚踝套着锁链，楚楚可怜。女人，公主殿下，我勾唇，不愧是男主娘，不仅貌美，声音还甜。我捏着她的下巴，从今以后，做我干娘不得离我半步，也不允许跟其他男人往来。这辈子你就只能拥有我这么一个孩子。女人不愿。可是公主殿下，我已经有丈夫了。哼，女人，你没得选。我就不信了，绑了男主娘，阻止男主爹娘的相对运动，他还能出声？但很显然，我算漏了。男主爹可是威武大将军，手握兵权让父皇都淡季。也正因如此，在皇帝继位我垂帘听政时，男主才有后盾坏我好事。公主殿下，玩闹也有限度，赶紧把我夫人放了。我立马拔下头上的饰品，向男主娘一指，你们若敢上前一步，我就让他血溅当场。你动手前先把头花放下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我现在只有6岁，头上没插簪子，我戴上头花。习惯了。男主娘被接回去了，但身为一个负责任的反派，我岂能甘心？我趁着早朝大将军不在将军府时，去见了男主娘。女人，当我干娘，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还能脚踹婆婆，拳打心机小败类。谁给你气受，我就让他给你跪地求饶，甚至你的愿望，我都能帮你达成。真的吗？那你能不能帮我养儿子啊？当然可。已经生了？没有，就是养了一只大狗，如今怀孕了，他们就不让我养了。哦，原来没生。等等，怀孕？我看着男主娘那微微凸起的地方，不禁陷入了沉思。原来男主早就在他娘的肚子里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趁着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把他弄死。那是投毒、暗杀，还是在我沉思时，男主娘带来了他的狗儿子？这就是我养的大狗，叫大黄。公主殿下，你看。我望了望凑过来的大狗，望了望孩子娘的肚子，再望了望边上的水池，心生一计，扯过狗绳子，骑上大狗，冲向男主娘。驾！为了我们以后的荣华富贵，为了我们以后的权力滔天，为了你以后的大鱼大肉，冲啊！大黄！错了，停！咚！我跌进了水池。我发烧了，在梦里。我看到了男主龙傲天，他钳制住我的手腕，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微笑。殿下，你就算重生了，也只能被我压在下面。我惊醒，想起龙傲天梦里那神气的样子，气不打一处来。死，太便宜他了。我重新来到了将军府，男主娘还在为之前的事感到抱歉。公主殿下没事就好，我已经教训了大黄了，他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发出一声冷哼。女人，你以为这样我就能满意吗？那公主殿下的意思是？我指向男主娘的肚子，我要当你孩子的姐姐，让她尊敬姐姐，爱护姐姐。姐姐说东，她绝对不能往西；姐姐说南，她绝对不能往北。我要她从今以后在我面前就是个弟弟。我如愿以偿，于是格外期待龙傲天的出生。也许你们会问，为什么我的用词这么现代化，还知道男主是谁？别问就是上辈子我是窗书来的。虽然只看过简介，但这2个名字之间的 VS 让我知道我是一名反派，反派还跟我同名。所以屏幕前的你们叫什么名字？婷婷、韩熙、溃然、杨勇、王霞、李芳、张伟。如果重名了，不要意外，因为我写上去之前搜过这个，同时给个友情提醒，如果重名了，建议你们看完视频并背诵全文，因为他们都是我认识的路人甲乙丙丁，你们很有可能因此穿越，所以赶紧点个关注往下看吧，不要像我这样连文都没看，一进书里就两眼一抹黑，只能辛辛苦苦摸索情节，连个女主都不知道是谁。等等，女主呢？为什么我跟龙傲天斗智斗勇这么多年，都没有看到善良天真可爱无邪的女主出场？难不成这本书是无 CP 文？大概是吧。男主降生了，那天天气晴朗，我算准了日子，天天蹲在将军府，终于蹲到了那一日。男主娘在厂房里嗷嗷大叫，我跟男主爹在厂房外左右徘徊。怎么
还没出生啊？哎呀，怎么还没出生啊？怎么还没出生啊？忽然一声啼哭，弟弟，我的弟弟出生了！我和男主爹立马冲进了厂房。男主爹握着男主娘的手，宛如孩子是捡来的。我握着男主的手，热泪盈眶。弟弟，从今以后你就是个弟弟啊！哈哈，我得意忘形的仰天长啸。刚刚还啼哭的小孩睁开了眼。凤玛丽，你玩得很爽啊。吓得我忍不住丢开了男主龙傲天的手。他重生了！叮，脑子里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，无数的信息冲进了脑海里，让我两眼一黑，险些晕厥，只能抓取最关键的信息。我绑定了虾扑系统，所做的选择、经历的人生都会编成视频供人观看，同时我也能看到观众发的弹幕和评论，特别是这个评论深入我心啊！哈哈哈！我立马付出了行动，冲到了男主爹娘的中间，握住了男主娘的手。姐姐，我立马改口，深情款款。我好喜欢他呀，一看到他就想把他举高高，一刻也不想离手。真想以后有他这样一个儿子，但是我现在还小，不能嫁人，所以我能直接当他干娘吗？苏玛丽，我看向男主，见他瞪我，但男主爹娘没有反应，看来他说的话只有我能听见。男主娘有点懵。殿下，你已经是他姐姐了，姐姐也是可以照顾弟弟的呀。我的泡茶工艺直接上线，我抬起稚嫩的脸庞，尽显6岁女童天真，将自己的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并抽出小手帕在吴磊的眼角沾了沾。姐姐，我跟这孩子有缘啊！你看那孩子看我的眼神，深情的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。而且我也是心疼姐姐，姐姐这么辛苦才生下她，以后还得养她，养娃多累呀！我就是想给姐姐分担一下，一起担起养娃的重任，相互扶持。啊！我后领被人拎起来了，男主爹铁青的脸映入眼帘。我跟你父皇是拜把子的兄弟，昨天他吵架没吵过我，今天就派你来让他生辈儿。我呸！做梦呢！我被扔出了厂房，迎面砸了一口大锅，猝不及防。我没有，我冤枉啊！我只想当男主他娘啊！停，这 BGM 不符合我反派的气质，换等着，我还会回来的。这天男主取名日，他需要在放满木质方块字的大盆前玩耍，只要拿了盆里的字，那字便会成为他取名的备选字。我盛装打扮，牵着大花，站上了1.8米高的高台之上，凸显我2.8米的气场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众人和趴在盆边的男主，嘴角勾起一抹坏笑。哼，男人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黑暗纪念日。男主在盆里拉了一个天字，我凭借着5.2的视力见分插针道：天，龙天儿，哼，女气。旁人见状不敢多言，男主不理，自顾自的又拿了一个傲字。我冷笑一声，哦，天啊天啊，这叫魂呢，还不如叫傲，对吧，干娘？傲儿，干娘在思考。男主瞪我，我垂目，掩去眼中3分讥笑，4分得意，5分漫不经心的12分扇形统计图，一脸天真的对男主娘说：对呀，傲儿傲儿傲儿，多顺口的名字啊，连大黄都会叫，对吧大黄？我扯了一下狗绳子，你看，男主怒极。苏玛丽，可惜没人能听见，于是男主名就这么定下来了，哈哈哈哈。后来我便长跑了将军府，趴在他的小床边，深情款款地喊他的名字。哦，儿啊，莫名有一种很爽的感觉。后来男主1岁了，不仅能走，还能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词，跟别人表达自己的意思，更是能连名带姓地在人前喊我凤玛丽，简直目无尊简。我抓住了他的小手，目光真挚。哦，儿啊！我们大凤巢为表示亲切，都会以单字叫人，所以为了我们姐弟未来的友好发展，以后我就喊你儿，你喊我妈，就这么定了哈。结果太过得意忘形，被口水呛到，眼前一黑，飘来了一行字。15年后，还听到了龙傲儿的声音。凤玛丽，
你不过是欺负我说不了长句。那现在呢？他也有外挂。为了报复我，直接用不知名的外挂让时间跳到了15年后。他16岁，我21。公主府内，我身着大红袍，正准备去找罪魁祸首，顺便捋一捋时间进展，就见我那已成皇帝的亲弟弟身着大黄袍向我奔来。阿姐，他抱住了我的大腿，痛哭流涕。阿姐啊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！为了我们以后能吃美食的好日子，我们一起达到龙傲天吧！我这皇帝也是重生的。重生事实有，今世特别多。我花了1个时辰，终于从皇帝口中知道了真相。原来将军在下原文讲的就是摄政王龙傲天谋权篡位，成为皇帝后将女主囚禁并不可描述的故事。而上辈子我把持朝堂与他作对，便无意中修改了情节，坏了龙气，让龙傲天没法篡位。于是为了修正情节，天道直接让龙傲天重生了。皇帝抱紧了我的大腿。不过阿姐放心，我重生后多了一个技能，可以知晓龙傲天不对，龙傲儿的任务进度。因为这辈子你捷足先登改了他的名字，阴差阳错让他的完成度变成了-20。只要我们再接再厉，把这个变成-100，就一定能夺得龙气，打败龙傲儿。我备受鼓舞，那就先定一个小目标，让龙傲儿的完成度变成-100。皇帝激动万分。这次龙儿强行扭转时间，受到了一定的惩罚，需要昏睡5天。我们可以趁着他昏睡这几天扭转乾坤。没错，我拔下簪子抵在皇帝的脖肩，这次就换我来篡位吧。走男主的路，让男主无路可走，不仅是破坏情节的第一要素，更是大反派的职业操守。更何况皇家冷血，手足相残那是分分钟的事情。所以皇帝委屈你了。事实证明，纵有千军万马，也敌不过能拿捏一个皇帝。更何况我祖父手握兵权，娘家的哥哥们个个骁勇善战，篡位技能几乎点满。皇帝大概是篡习惯了，且退位诏书、安抚大臣等一系列操作做得十分娴熟。我也很顺利地抢在龙傲儿的前面夺得了皇位，并赐了一个王中王的称号给皇帝，把他踹出了皇宫。语重心长地握住皇帝的手说道：你好歹是当过皇上的王爷，肯定比一般王爷更厉害，这也是朕封你为王中王的原因。放心吧，有姐在，不会短你吃食的。皇帝看着我身后的千军万马和他身后的美食佳肴，口水眼泪一块流。谢谢阿姐。哦，对了，王中王打钱。皇帝要走，我又拽住了他。哦，对了，这本书的女主是谁？皇帝一脸懵，我解释，就是龙傲儿篡位后囚禁的那个人是谁，正想抢在他前面攻略他。皇帝看向我，一脸的难言之隐，随后撇过头去。你没法攻略的。我不明所以，看向皇帝，随后想起了皇帝向我诉苦的那1个时辰里他说过的那一句话。他上位后就把我囚禁在深宫，顿顿馒头青菜，都不给我点肉吃，顿觉晴天霹雳。难道这传说中被囚禁最后还爱上龙傲儿的女主其实并不是女主，而是皇帝？那本书其实是纯爱向的。我一脸的悲痛，却也同样理解。我明白的，我知道的，这里面的苦我晓得的，也瞬间没了攻略的兴致。皇帝也回握我的手，一脸的真挚。阿姐，你放心，你篡位后他的情节完成指数是-50，我们很快就成功了，我也会永远站在你身边的。皇帝的誓言我转眼就忘，毕竟同为皇家人，都是利益排第一，谁知道皇帝哪天会不会为了更好的美食捅我一刀？只有这皇位才是真的。5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我收到摄政王龙傲儿的拜帖时，正试着刚改好的龙袍，很合身，准了，让他先去御书房候着。我点了红妆去见了他。龙傲儿身着武将光袍，十分威武，1.9米的身高，气场很足。我想了想皇帝那娇弱的身躯，只有1.8米的身高，默默地磕了一下 CP， 随后斜躺在龙椅上，切入正题。儿一醒来就来看妈，妈很是欣慰，真孝顺。龙傲儿耳角以肉眼可见的状态突了突，别叫我儿。我立马改口，哦。龙傲儿皱眉上前，哪里疼了？我掩嘴笑，没，我就是单纯的叫你的名字。凤玛丽。我趁机挤兑，你生气的样子真好看。龙傲儿很快恢复了平静，
陛下还是那么喜欢跟臣开玩笑，只是臣十分疑惑，陛下为什么对老鸨这个别称这么情有独钟？我这才想起，在大凤朝，妈或者妈妈这个称呼是指妓院老鸨，而非娘亲。我默了默，语重心长地胡说八道，因为妈对你的终身大事十分上心，老鸨手下姑娘多。说到一半，我忽然想起了正文的属性，拐了个弯又道，小官也多，怎么也能给你挑一个好的。哦，龙儿显然不信，陛下似乎很想让臣叫你为马，不如我们谈个条件。我来了兴趣，说陛下不能叫我儿，作为交换，我可以称呼您为马吗？也是亲切。我忍了好久都不敢放声大笑，憋红了一张脸回道：“哦，你有心了。”效果好像更震撼了，哈哈哈！称呼上占了便宜的我没高兴几天，我那皇帝便闯进了皇宫，抱着我的大腿痛哭流涕。阿姐啊，龙儿知道我能感应到他了，还威胁我说要杀了我，我不想再见到他了。我想起了那些年看过的虐文，语重心长地拍了拍皇帝的手，那都是爱你的表现。啊！皇帝懵了，我叹气。放心好了，阿姐会保护你的。笑话，抢男主心爱之人可是反派必备技能，说不定成功了还能让龙二的进度条再负10几分，岂能错过？不过鉴于我与皇帝同爹同妈的关系，实在下不了口，我决定弯刀超车，反套路一波。这天夜黑风高，正适合磨刀霍霍。我身着红衣，招了龙二进宫。龙二跪地，参见陛下。哦呀！我挑起他的下巴，明日朕册封你为皇夫，如何？皇夫同皇后是我大凤朝第一夫君，没办法抢男主心爱之人，那就直接上手抢男主，让龙二隔着一道宫门望眼欲穿而不得，只能在深宫大院里郁郁寡欢。我顺便还能以夫德的名义让他上交虎符，让我大权在握，岂不痛快？反正龙二喜欢男人，我很安全。龙二愣了，我捏着他的下巴向上一抬，你没得选。事情很快就定了下来。定下来后，皇帝给我报了进度，负80。看来这条路没走错，因为我已经做了十足的准备。不过3天，龙二就以皇夫的身份抬进了凤后宫。因是新婚，我得给大臣们做个交代，所以第一晚必须留宿。我怕无聊，带着画本棋局走进了凤后宫。一进门便见龙二身着一身红衣，头戴红帕，端坐在床沿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仿佛自己真的娶回了一个夫君回来。不过我很快就回过神来，掀起红盖头，薄唇挺鼻，狭长的双眸，他抬眼时似有烈光闪过。龙二勾唇，陛下，你可是王中王，为何不告诉女主是谁？什么？我还未反应过来，便被他抱起，转身压在了床上。因为我死了，这个世界就没了，而那与我相爱的人是你啊，我的好妈妈。虽然不应该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笑啊！哈哈。哎，等等，他刚刚说什么？女主？是我的话，那将军在下这本书肯定是个悲剧。上辈子或许是，但这辈子不是了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更何况对方还是狼，我的清白没了。我才知道，这个世界不过是龙二上辈子不小心把我弄死，为了复活我创造出来的。但相应的，龙二也受到了惩罚，所有的情节只能反着来。上辈子龙二篡位当皇帝，这辈子就只能我来当。上辈子龙二囚禁我，剥夺我手中的权利，这辈子得我来。情节完成度负100后，这个世界就稳定了。知道真相的我直接杀入王中王府邸，却被告知皇帝昨日宴席吃太多，食物中毒，不宜见客。我冷笑一声，下令围住王中王府邸，从今以后只能馒头青菜伺候。刚刚还躺在床上的皇帝蹦了起来，抱住了我的大腿。阿姐，会是没有办法的呀。我看着他，想起了上辈子，我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是反派？哦，好像是我这个好弟弟从小一直跟我说，阿姐，你与龙傲天实力旗鼓相当，肯定是天生的死对头。还拿着一本破书说这个 VS 是从古老的阿丁拉传来的，是相对立的意思。而那穿书的记忆不过是被那外挂洗脑，让我忘却第一世所受的虐待。岂有此理！我气急，
但如果我用同样的方法去虐待龙儿，又与第一世的龙傲天有什么区别？当你凝望深渊时，深渊也同样凝望着你。臣愿上交虎符，当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夫，一切生死祸福皆在陛下一念之间。大红的西服，摇摆的烛火，他的眸里闪耀着的光，明明灭灭。